到底是什么样的怨恨，会让一个孩子产生杀死自己母亲的念头？默默和慧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？都是我的错，整天忙于工作，家里发生的事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。会不会，也许，哪怕一点可能，我如果能早一点发现真相，慧姐和默默都不会变成这样。原来你这么舍不得我呀！放心，我命够硬，死不了的。也没打中什么重要的部位，当然死不了。真没情趣，刚刚不是还为我哭了？那根本不是因为……没关系，情趣嘛，我可以慢慢教你。你还有话没讲完？你怎么知道默默和他妈妈之间的事？说来说去，还是为了你儿子。你呀，还是这么薄情。不过，看在他早晚也是我儿子的份上，可以告诉你，姑姑偷偷跟你结婚的事，其实慧藏早就知道了。不过，他更看重的是林墨，他想要培养林墨继承武联会。我不跟他打，我打不过他。你能做的只有胜利和被他殴打。还手呀！太弱了。25秒，打不过我就报复狗，真无耻啊！只是麻醉剂，这个加速是不正常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？正常人在打我的时候，不会像你这么愉快。我笑出声了吗？你想要武联会吧？你的弱点太明显了，想要什么都写在脸上，这样在外公眼前活不到成年的。开什么玩笑！你这种废物有资格说我？你好好活着，我要走了。我父亲还是不肯离婚，我还需要再做点事情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清理障碍。然后呢？宝贝，一次性说完你会把我甩掉的。你呢？你的腿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样？到底藏了什么秘密？自从林默妈妈出事之后，他父亲就在名义上公开和林默做了切割。我妻子徐仁慧的自杀是长期承受精神疾病折磨所导致，与近日热议的谋杀案件无关。对此，我和家人都感到万分难过。至于林默与我的关系，要等到亲子鉴定结果出来才能确定。您是否暗示徐仁慧在婚内有出轨的行为？林默将因此失去林氏继承人的资格吗？如果检验结果并非亲生，林氏将如何处理这个孩子？无可奉告。虽然最终也没有公布亲子鉴定的结果，但当时林默确实已经被赶出了林家。我决定把林默接过来照顾，也是出于这个原因。这家伙连林默后来的学费都没有出过，这么绝情的人，现在却突然跳出来找他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又和那个叫英俊的孩子住到一起了呀？看来你们之间的感情真的很好。说起来，确实要感谢他那些年对你的照顾。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替他在临川区安排一栋房子。他目前是我的恋人。那就有些麻烦了。警察应该收入很低，5000万足够他下半辈子的生活了。或者你有别的什么打算？一栋房子加上5000万，价格已经超出我的心理预期了。我会让管家安排这件事，玩够了就客气的离开他吧，毕竟是你的恩人。我明白。以你现在的身份，总归是无法和一个普通人这样交往下去的。好在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比当年的我更懂得进退。还是不要绕弯子，冒险找我来见面，不会只是为了听您说这些吧？是因为许秋吧？那个人无关紧要，不过是个小丑。我是想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。邀请？你说什么？许秋手机里的照片在我手上，虽然他有所保留，也足够让林氏蒙羞，至少足够让我从您这儿得到我想知道的东西。这是你对自己父亲该说的话吗？你居然利用外人来算计我！与其和我生气，不如担心自己，以后小心点。毕竟徐秋这个人不太正常，一旦想要得到什么，就会无所不用其极。我看他现在蛮喜欢你的。混账！你以为你是我的儿子就可以肆意妄为吗？您刚刚才说过，我是个聪明人，我所做的不过是让不该见面的人见面而已。至于每件事发展成什么结果，都是你们自己的想法决定的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可以
连自己父亲被羞辱都无动于衷。你果然是个怪物，是我跟慧慧不该把你生出来，是我的错。这种事重要吗？我想知道林氏为什么为贤伟社提供药源。你本可以直接来问我，毕竟我是你的父亲。过于依赖这种不切实际的血缘关系，不如做交易让人放心。是我私自隐瞒董事会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为了让你回来。你母亲一直对我隐瞒了自己的身世，出事之后我才知道，她是武联会会长的女儿。对林氏集团来说，家族成员涉黑是最大的负面新闻。为了保全林氏，我不得不故意放出亲子鉴定的消息，来跟你做切割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，激怒了你外公。我本已经做好与他在抚养权上争夺的准备。林先生，请相信我们，一定会帮你打赢官司。但想不到他的背景如此复杂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竟然让外商切断了林氏医疗器械的供给。董事会逼我在你和林氏之间做出选择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宋议员找上了我。李先生，我有一笔买卖，相信您一定感兴趣。宋议员答应，只要我肯让药研院为他们私下提供配方，就愿意出面与你外公协调这件事。宋议员背后有3家财阀支持，国会、检察院、警局都有他的门徒。以他的权势，对我来说，其实并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。他们要的药物配方是什么？我开始也担心他们想要的会是毒品，但不是，他们要的不过是一款轻度的血清素抑制剂。血清素抑制剂？难道是抗抑郁的药？达不到抗抑郁的水平，中间添加了几种掩人耳目的维生素和神经酸，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平复情绪，甚至保持一段时间内无来由的幸福感。对于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的正职要员来说，确实是有效的。但低血清素也会使人大脑中的愤怒反应更难被抑制，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。一旦被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服用，后果可想而知。难怪他们派我来我情绪反抗，作案的时候异常暴躁，之后又变得一副懦弱的样子。他们在利用这种药物控制杀人犯。我之所以将这些事告诉你，就是希望你明白，这不是你能管的事，不要搅进来。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你在调查这件事，尽快离开 H 市吧。你难道没有想过，外公这么轻易就答应宋议员的条件？也许他们本来就是在给你做局。我想过，但我没得选，我不能放弃林氏，也不能失去儿子。所以该尽快离开 H 市的人是父亲。什么？即便我做出威胁你的事，您还是没有放弃我的打算吗？太过感情用事一直是您致命的弱点。像您这样软弱的人，不适合留在这个混乱的城市。如果父亲有一天可以放下那些没有意义的责任感，也许会比现在开心很多。我这辈子唯一放下责任的一次，就是拒绝了商业联姻，娶了你的母亲。但事实证明，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更多。至少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在世的时候是快乐的。她的死是因为精神疾病，并不是您的错。您没必要背负这种自责直到现在。况且，我也没怨过你。不要试图跟你外公作对，他是个手上沾满了鲜血的野兽，你斗不过他的。他、母亲和我其实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终究都会伤害身边的人，除非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我们走吧。结束了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你为什么一脸吃了屎的表情？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你看上去像是逃出来的。他刚才跟我说要给你一栋房子和5000万，让你离开我。什么？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1000万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这就是传说中有钱人的分手费吗？真是枯燥且诱人呐。我替你接受了。啥玩意儿？其实我也很想答应。哦，但是你小子吃干抹净就想分手是不是？当然不是。那你是想让我白拿人家钱是吧？还是欠教育啊？我都是怎么教你的？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有钱。是问心无愧啊，熊孩子。